什么人？是地煞。你认识？不是。清风徐来，来者多半是古天贤，地煞中的巨豹。地煞人数不多，对阵48寨的高手们胜算不大。古天贤好不容易逮了一个大当家不在的时机，绝不会打一场没有把握的仗。莫非他们留有后手？嘿，管他有什么后手，待老夫冲上去，一枪穿了他，烤熟了给大家下酒！哈哈哈哈哈！在下古天贤，私自来访，帮主人家见谅了。原来是地煞巨豹，今天是你自己送上门，我们要替武林除害。你说呢，寇掌门？欺师灭祖的贱人！诸位有所不知，本门规矩，以前的新楼主想要上位，就要杀掉老楼主来立威风。师父和你隐退也就算了，你们为了千机图纸不落入其他人的手中，竟然不辞辛苦的把我给抓回来。你要走，你就走。我绝不拦你。想必这海天一色的秘密，从你这儿也得不到。我师叔是寿终正寝的，比起那些前辈们，小女子已经是很没有出息了。寇丹，哼！48寨收留你们，给你们庇护，你还吃里扒外。当年明风被李征收于48寨，为了亮出诚意，我们在洗墨江献出了千机。千机事关重大，参与过建造的核心弟子，从此都未离开过48寨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只能蜗居在这个禁林里面。还沦为你们48寨的看门狗。所谓的名门正派有什么了不起？张掌门，你不如去问问大当家，他心里的那碗水可端平了？哎，我听说，当年明风的老掌门为了千机，将自己妄图染指红尘的小徒弟抓了回来，几经培养，终于将他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明风探子。现在看来，未免也太合格了吧？这位小兄弟，你知道的未免也太多了吧？我问你，于老人呢？阿飞，别冲动。口袋交给我。他几十年战斗的经历，不是你能匹敌的。但是我知道他的武功路数。废话不说了，明风楼从此脱离48寨。我想要的东西，恐怕李大当家也不会给。那我只好多扣几个人质，和他来谈笔交易了。周斐，你现在回来的正好。慢着，哼，有老夫在，还轮不到你们几个小辈出手。你们给我看着，看老夫怎么教训他！贱人，好大的口气！
你！周斐，我倒是没领教过你破血刀的厉害，现在就让你领教一下。有意思。哇，小心啊，那是烟雨浓。哎，你反应够快的嘛，那小针就烟雨浓了。哇，还好够粗。小心那钩子！你这就是用的破血刀？正是。费姑娘，这武功好生了得啊！赵长老，山下突然有大批人马来犯，四面都有。千中南刀两派的高手，在下都亲眼见识过了，今日便也算是不虚此行。我敬诸位都是英雄，但是不瞒你们说，就在刚才我与诸位交手的时候，地煞苍狼的精锐已悄然上山，苍狼一到，生灵涂炭。但是我古某呢，实在不愿做无谓的牺牲。咱们不妨坐下来，太太平平的把话说明白了，化干戈为玉帛，这岂不是好事一桩吗？多亏了你的妙计，否则这么多人，我们恐怕不是对手。现在外山门、寨门已经被明风的人夺走了，我们下一步最重要的是重夺寨门。哎，对了，阿胜，方才在长老堂，我没有来得及问阿飞，王老夫人和陈飞呢？若我此时告诉师兄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王老夫人和陈飞师兄比我们慢了几步，
现在应该已经在路上了。那为何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？他们在路上保护我们的时候受了点伤。伤哪了？严重吗？不严重。不严重就好。现在来不及了，我们去寨门吧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寨子，只有这样，老夫人和陈妃才能安全回来。莫非你们千里迢迢赶到这里，机关算尽潜入我寨中，是来游山玩水的吗？非也，非也。我们此次来，主要是以招安为目的。只要各位愿意弃暗投明，为柱国效力，那柱国自然也不会亏待大家嘛。什么柱国不柱国的，不就是个于文止吗？你拿他当个人物，我们可不在乎他。哼，还有你，身为武林中人，你竟然投靠官府，残害同道。哼，你就不怕为天下人耻笑吗？还有那个女的，无缘无故的当叛徒，她图的是什么？我呀，不为什么特别的，我只想向李大当家要一下海天一色的信物。说来可笑，若不是古庄主告知我，我还竟不知道我们明风一派与其关系匪浅，更不知道信物就在寨中。哎，我说你个小娘们儿，你信口雌黄的胡说什么？什么海天一色不海天一色的？当年明风楼为了隐藏海天一色，老楼主派于老亲自出马，但他也因此中了我地煞连甚的透骨青之毒。这透骨青乃是天下8大奇毒之一，这个老不死的本应该活不成了，但是老楼主为了给他续命，带他隐藏进了48寨。这个老东西，没想到他竟然活到了须发皆白。若不杀他，他还不肯死了。阿飞，前一阵子，我明风的暗庄传来一些消息，说我48寨出了一个好了不起的南刀传人，手刃了青龙主郑罗生。我当时就在好奇，这究竟是哪一位高手？现在看来，这位高手就是你吧？什么？是你杀了四象山那个魔头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李大当家真是深谋远虑啊，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，却是在满足自己的私欲。住口！你再在这儿妖言惑众，信不信我把你大卸八块？各位长老，你们未免也太天真了吧？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海天一色的信物，大当家自己有一件，中武将军吴废有一件，
当年的山川剑肯定也有一件，这一件十有八九是落到了郑罗生的手上。大当家抢先派人迎回了吴氏遗孤，又随便找了个名目，将自己的亲闺女派出去，找到郑罗生，杀人立威两不误。眼下，大当家肯定是3件信物俱全，说不定已经找到更多的，真是好手段。一派胡言！有没有胡言？你回去问问就知道。这时辰差不多了，咱们山下的大部队应该马上就要攻上来了。快拖进去！阿胜，各位师兄，静营里的地煞已经撤退，寨里其他地方也没有发现敌人的踪影。不过还有大批苍狼正在上山，向中外山门靠近。阿斐和其他长老呢？周师姐和其他长老在洗墨江的树林与寇丹和古天显对峙。这可能就是敌人的计谋。他们先在洗墨江边牵制住各长老和48寨的精锐弟子，然后趁我们防守薄弱，从外山门处强行攻入。若是如此，那咱们48寨可就是腹背受敌了。只能剑走偏锋了。白师弟，你去通知长老和阿斐，切记要虚张声势，高调地告诉大家，我们这边已经肃清了敌人，并且夺回了外山门。是。邓师兄，得快点夺回外山门了。云霄，迅速安排人恢复寨门这里的防守。是。其余的弟子，带上你们的武器，跟我重新夺回外山门。是。诸位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呢？全凭你们自己。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：第一，请诸位放下武器，老实归降；第二，请周姑娘把你从吴家人和郑罗生那里拿到的东西交给我；第三，劳烦各位给李大当家去一封信，让他速速归来，将他手中的海天一色信物也一样乖乖交给我。不苛刻吧？不苛刻，一点都不苛刻。狗贼，都能给你办喽，只要你跪下，叫声爹，再给我们磕10个孝子贤孙的响头，什么海鲜呐、山珍呐，都能给你搬来。报告各位长老，静营已布防好，那里的地煞已被诛杀。寨内民分弟子已被肃清，金陵千机现已除。外山门已被夺回，苍狼止步门外，布防完毕。地煞也不过如此，不堪一击呀！看来地煞他们的情况不妙啊！错，不是不妙，是很不妙啊！放箭！
天跑来这儿不容易，要不您进来喝杯茶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聊。周姑娘说这话软中带硬，有气概，我喜欢。准备撤。要撤就要快。为什么？于老还留了一手，千机关闭以后，1个时辰后会重开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以为此战必胜，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从洗墨江撤退。弟兄们，他们想跑，给我围住，别让他们跑了！站住！老子还没打够呢，给我站住！张师伯，目前局势尚不明确，穷寇莫追。莫追，莫追就是不追，不追就是眼看着那个叛徒跑。邓师兄总领48寨防务，遇到事态紧急，低调行事就行，根本就没必要大张旗鼓地宣告战况。所以我猜测，他们只是虚张声势而已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李胜师兄让我们来的。你们这胆儿也太大了！姓张的，我看你活了半辈子，没有一点长进。你除了吠啊就会咬人，还没有一个小黄毛丫头懂事儿。我哪知道他们是虚张声势啊！来人，留双倍的人看守洗墨江，搜山善后，不要遗漏一个民风的余孽。是。疯丫头啊，跟我回长老堂。你娘既然不在，也该把你当大人看待了。我想去江心亭看一看。寇丹他们之前破坏过千机，我想确保千机重启，顺便把于老带回来。门内有打斗声，众人听命，立刻往里面冲！关门！没事吧？没事，门已经关上了，现在怎么办？重新布防，守好外山门。他们里应外合，里边的人知道外面的人被我们清退了，应该暂时不会轻举妄动了。这样吧，阿胜，这里就交给我了。你带着受伤的弟子赶紧去疗伤，以防他们偷袭。好。楚楚姐，你说我哥和阿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阿言，你知道受伤的弟子被安置在哪儿吗？他们好像在那个伤员区。那你快带我去，我会一些医术，应该能帮上忙。可是阿斐不是让我们待在这儿吗？阿言，现在大家都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没有人在闲着。之前都是你们在保护我，现在48寨有难，我也要出自己的一份力。那好吧，我带你去。阿飞，生死无常，各安天命。
是这……啊，吓死个人了！干啥子啊？这个丫头咋又来了？好烦哦！他的手还是温热的，或许还有救。快去找人来救他！去啊！透骨青，天下奇毒之首。人死时面色铁青，因此得名。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相传鬼养丹能解此毒，但服食者极易缺水，终生只能生活在水气丰沛的地方。所以呢？顾二人死后，短时间你会发现他的手还是热的。把心静下来，把脑壳里头的杂念一样一样的取出来，丢掉，你就会体会到方向在哪儿。闭上眼，用心去感受，心静下来。报告庄主，山上传来战报，民风渗透失败，正与古庄主一同下山。48寨的外山门和寨门均已被夺回。下去吧。是。庄主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莫急。面对48寨此等强敌，我岂能不留后招呢？况且，我们还有柱国助阵。即刻起，为杜绝反抗之后患，无论男女老弱，所有人一并给我关起来！加派人手守好春回镇粮仓。另外，让每家每户的粮食必须全部上交，1粒米也不能留给48寨。是，你们几个给我挨家挨户的搜。是。断了春回镇这个粮仓，我看你48寨还能撑多久？
千机果然出了问题。周师姐，山下弟子传信，说余文芷带着私兵正在大肆剿匪，他是想将罪名嫁祸于48寨，还有不少人被关了起来。剿匪？这场都是老百姓剿哪门子匪？果不其然，看来他们没有那么容易罢休。地煞联合了余文芷的私兵，这次他们肯定是做了充足的准备，看来必有恶战。事态严重，师姐是否要传信于大当家，让他尽快回寨？我连我娘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更别说传信了。地煞如今联合了余文芷的人来攻打48寨，消息自然不胫而走，很快便会传到大当家的耳朵里。阿飞，时间紧迫，你先重开千机阵，保证48寨的安全，然后我们再和大家商量对策。白师弟，你现在去召集大家，去长老堂集合，待我重开千机，便与大家会合。是。师弟，你坐这休息会儿。师弟，来一下，照顾一下。好，我去跟你量水。阿言，你没事吧？楚楚姑娘，阿言怎么了？他不太适应这个味道，先出去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略懂医术，想过来帮一下忙。你受伤了，阿胜，你快坐下，我帮你清理一下伤口。我没事，这应该是别人的血。那也要清理一下。对不起，我原以为回到48寨就安全了，没想到会这样。你别这么说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在华容的时候，阿斐替我杀了裘天青，可是也解不掉我心头的恨。我知道，害我父母双亡的，不是他一个人，而是整个地煞。现在48寨又这样了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。楚楚姑娘，你本应该远离江湖，不应该背负着仇恨生活。现在世道都这样了，还有谁能安稳地过日子呢？阿斐跟我说过，事情来了不要怕，交代比命重要。我要给我家人和朋友一个交代，也要给我自己一个交代。我先去看看受伤的弟子。我帮你检查一下。大庄主，本来我是想攻其不备的，殊不知他们竟然守住了外山门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早就拿下48寨。哼，48寨易守难攻，要攻下它绝非易事。我们之后还有部署，不急。还有你，寇掌门，千机竟然未被完全破坏，还会在1个时辰之后重开。我也没想到那老头还留了一手。千机被破坏了，居然还能勉强运作。这也不能完全怪他。
若是有人能够准时带着私兵上山会合，我们不就一鼓作气拿下48寨了吗？沈庄主，你何尝不是过于激进？我的兵未到，你就急于进攻，现在岂不打草惊蛇了吗？好，那接下来还请诸国多多指教啊！集中精神，想象此刻若是于老站在这儿，他会怎么办？哇，这都可以啊！不要太难过了，于老看到会伤心的。大祭司教了我很多东西，
虽然所有人都认为于老曾经是个视财如命、为财卖命的探子，但自从我认识他以来，他一直待人善良公正。我想，他中毒以后，肯定为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后悔，所以才决定留在48寨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这千机阵是他守了一辈子的东西，只要千机在，他肯定还在。阿飞，48寨对你来说很重要，是不是？当然。可是我太靠不住了，所有人都把我当成小孩子，每到危机时刻，只会让我赶紧走。当你长大成人以后，所有扶着你的手都会慢慢离开，你得自己经历无数的坎坷。你觉得你的命运悬在刀尖上，每时每刻都不能松懈，但你可知道，这已经是世上最大的幸运了。你手握利器，只要刀尖向前，就能披荆斩棘，无处不可去。这还不够幸运吗？如今的世道，谁还没有被家破人亡过？你可知大多数人，或是限于出身，限于资质，都只能随波逐流，不由自主。但你还有选择的余地。我已经选择好了。这位英雄，只要看着前面，看着活人，看生命。重你一下，不要冲动。我们还要去长老堂呢。对。等我砍了凶手的脑袋，一起安葬。现在我们必须要多加派人手，守护好每一个岗哨。虽然地煞和于文止在镇上有大动作，但那有可能是一个诱饵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以不变应万变才是。哎，才是什么呀！我就烦听你这个以不变应万变。现在人家把营寨都扎到我们山脚下了，就在我们鼻子底下，我们却按兵不动，躲在山寨里做缩头乌龟。你说谁是缩头乌龟？说你。现在敌人情况不明，冲动的行为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。没胆量就是没胆量，找什么借口？两位师伯，吵架无济于事，解决不了问题啊。好了，不跟你闹了啊！别生气啊！咱们静下心来啊，好好研究研究怎么应对。我看地煞和于文止围攻春回镇，其背后的目的不简单。照你这么说，这春回镇对于我们48寨来说，也就是一个通信来往的通道。再有重要的就是输送粮草。粮草？难道他们是想断了我们48寨的粮草，让我们无法补给？那我们就麻烦大了。是，可我们也不能忘了，现在春回镇百姓已经被他们当作土匪给围剿了，被抓的被抓，被杀的被杀。难道我们就坐视不理，看着不管？这也太不仗义了！我有办法。你说你一个小丫头家家的，你老是口出……好，那我们就听听你有什么高见。你说你怎么应对吧？张师伯，现在依我来看，如果要死守48寨，以现在的储粮还能顶个1时3刻，但是这春回镇的百姓怕是要遭殃了。那就没有办法了。48寨不能毁于我们之手，现在只能守在寨上，再想办法补充粮草，而山下的百姓就只能壮士断腕了。哎，这不行吧？
张师伯，若是没有山下百姓与我们同亲人一样不分彼此，就没有如今像世外桃源一样的48寨。危难之时，我们怎能弃他们于不顾呢？所以，人，我来救。说得好！哎，阿斐，我信得过你啊！什么时候下山救人，就听你一句话。我信张的，即刻召集人马去教训这帮狗贼。且慢，张师伯，这山下私兵和地煞的人数众多，若我们此时带大部队全部下山，48寨内防空虚，我怕他们会趁虚而入。阿斐，两个法子都不行，到底该如何是好？我下山，擒贼先擒王。我先去捉拿于文止，用他来要挟地煞和私兵，这样既护了老百姓，也能护住48寨。可山下有地煞在镇守，还有于文止的私兵，我倒是要问问，你是如何擒王的？山下有明风、地煞和私兵，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伙人凑到了一起，我就偏不信他们会不生嫌隙。阿斐，你是想……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，但我会随机应变。阿斐，那也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你娘要是知道了，定然不会让你这么做。马叔，你就别抬出我娘了。现在我娘下山了，谁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啊？若是要等她回来，怕是也来不及了吧？马叔，您帮我准备10个精英弟子，陪我一起下山去捉拿于文止。好，山上的情况以少监作报。行，那我们按计划行事。诸位，多保重。阿斐，听说你要下山抓于文止，你听谁说的？谁那么嘴快？这个东西给你。楚楚，这是你身上这么宝贵的东西，我此次下山，有可能有去无回，留在我身上也许更危险。阿斐，这个东西是宝贵，可是要是你都回不来了，48寨也保不住了，这个锁就更不安全了。阿斐，我只信任你。放心，此生不负。听说于文止勾结地煞，想要对48寨不利。阿斐现在下山擒王去了，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守护48寨。别闹了。你是不是又想劝我不要去啊？不是，这次呢，我有一个更重要的秘密任务要交给你。秘密任务？你还记得常跟阿斐下山跑去玩的那条小路吗？就是他带我们回来那条。你从那条小路把这封信交给临近寒水镇的暗庄，让他们送给姑父。我已经在信中简要说明了寨中情况，相信姑父收到之后就会立刻出兵支援。送信这种小事为什么要交给我呀？交给别人不就好了吗？我要跟你一起布防。阿言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我必须要交给信得过的人。48寨命悬一线，能不能活下来，就看你了。所有人都在为了寨子
殊死搏斗着。好，哥，我一定会送到的。你要小心。我相信你，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嗯。3米，这一家是房子，再往北边走。3米，下。哎，周麋鹿，你说你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，到了春回镇，能找到余文芷吗？你给我1晚上的钻研时间，我就不信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，这回我保证不多话。哎，不用谢我，大不了以身相许嘛。楚楚姑娘，这里很安全，你待在这里，我去就来。李胜，地煞心狠手辣，实在不行，你也不要硬拼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们48寨的弟子一个比一个厉害，再加上有地理优势，任地煞再来势汹汹，也都不怕的。我知道，我也相信阿斐的能力，他一定能抓到余文芷，我们就能不战而胜了。抱歉啊，楚楚姑娘，没想到你来到48寨，也要担惊受怕的。我没事，和你们在一起，我一点也不害怕。我一定会保护好大家，保护好48寨。阿胜，我相信你。楚楚，等我回来。阿斐啊，马叔，好，来了，进来，阿斐。马叔，麻烦您准备的10位精英弟子，您帮我准备好了吗？这个事儿啊，哼，阿斐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我想清楚了。马叔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我现在也已经不是个小姑娘了。其实，我还能干点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别怪马叔啰嗦。这很多智勇双全的人啊，就跟我们小阿斐一样，他们很多时候呢都会陷于孤勇二字，最后啊。是被自己的才华所害。马叔是看着你长大的，
马叔不想看到你也有那样的下场啊，懂不懂？懂。但凡孤勇之人，虽九死一生，但也未必都能死得其所。我不是那样的人，而且我也不一定会死，所以才需要咱们兄弟跟我一起守护48寨啊。好，既然你都想清楚了，马叔也明白了。到时候还要麻烦马叔配合我沟通消息呢。你要的人呢？马叔都给你背到长老堂了。多谢马叔。阿肥。啊？还有一件事情，按道理，冰封先前就叛变了。我是觉得，这涉及朝廷，可不能去掺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幸亏小时候我和阿斐天天偷跑出去玩，才知道这条小路。前面看看。不是没有人知道这条小路吗？有人！快追！追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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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跑！这水藻精真要下山了。山下有2个地煞和众多私兵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老张，你跟我在这里坐镇指挥。好。老马，你去寨门内的岗哨调配和跟进布防情况。好，我这就走。当真，你带着李胜还有寨内的其他弟子，务必要给我严守住各条进寨道路啊！是。邓师兄，寨子人手不够，该如何分配？第1道山门是战略要地，一定要重兵把守。可是如果外山门被攻破了，就要退守飞虹桥，所以我建议在飞虹桥处建立第2道防线。可是，万一飞虹桥也失守了，该怎么办？倘若飞虹桥也失守，那地煞便可长驱直进寨门，48寨岌岌可危啊！地煞和于文止竟然以剿匪之名围攻春回镇，还烧杀抢掠，简直是十恶不赦。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于文止深谋远虑，城府极深。如果他想断48寨的口粮的话，根本不必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另有目的？哎，看来你没有想象中那么笨嘛。48寨向有名门正派之名，于文止贸然围剿，名不正言不顺，
恐遭口诛笔伐。依我所见，他此时正需要一个师出有名的借口。所以，他是想将扣押百姓的罪名嫁祸于48寨，污蔑我们是贼人。没错，这样他们上山剿匪就有理有据了。哟，看来你还是有点慧根的嘛，啊？哎，人呢？刚刚还在这儿呢。快，你们两个去那边。好，好，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。谢梅梅，你觉得于文芷身为主帅会驻扎在哪儿呢？主帅之地要便于布防，要选择四面为墙的大宅为佳，所以西南面的拥挤民宅不会选择。再者，需四通八达，一来可以方便补给，二来能出其不意的撤退。西北面背靠大山，道路闭塞，也不会是主帅之地。这里也不是，那里也不是，到底于文芷在哪儿？依我所看，东面的一处官邸，可以满足此等要求。于文芷很可能就驻扎在那里。那百姓呢？百姓他们被关在哪儿？镇上有方宗祠，场地宽阔，8成会把百姓关在那里。阿飞，大局为重，我们还是先确认于文芷的住处吧。我明白，但我怎么能安心呢？师弟，麻烦你到宗祠查看一下，我们先去寻找于文芷的住处。你随时汇报吧。是。上次上山，我地煞损兵折将，还未喘息片刻。现又重新上阵，恐怕有点强人所难吧。而主国的死兵韬光养晦多时。当下何不接替我地煞人马，乘胜追击呢？沈庄主，地煞弟子上过48寨，更了解地势关卡，因此再次攻打48寨，我觉得比我的人合适。大庄主，何事？他们果真下来了。有什么消息吗？我的内应传来密信，说48寨的人已经下山，计划要擒获柱国女。48寨高手众多，咱们必须提高警惕。柱国，赶紧加派人手做好防御吧。不需要，先放他们进来瞧瞧。什么？既然他们要来，我们何不顺藤摸瓜？来个瓮中捉鳖。哼，柱国，你府上的私兵和我地煞人马如何调配？你给我个准话吧。哦，那再次攻打48寨的重任，就交给沈庄主了。若你刻意保存兵力，恐怕我们很难再互信了。行，
既然沈庄主开口了，这样，我亲自带兵从洗墨江边进攻，你带人主攻寨门，我们来个前后夹击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